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今天我们用包菜来做好吃的。首先把包菜对半切开，再把中间的硬心切去，然后再切成细丝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青红椒，先切成小段，再把辣椒籽去掉，然后再切丝备用。再准备一个小碗，打入3颗鸡蛋，搅散。把鸡蛋液倒入包菜里，然后把青红椒也加进来，再加点葱花，加适量的盐、胡椒粉、生抽调味，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加1大勺面粉，1大勺玉米面，继续搅拌均匀，搅拌成像这种粘稠的菜糊。热锅放油，油热之后放入菜糊，用勺子把它铺成饼状，再加点黑芝麻更香，然后盖上，小火焖3分钟左右。哇，好香啊！现在已经是浓浓的香味了。然后再给它放个料，盖上，再焖3分钟，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啦。我们美味的懒人早餐饼就做好啦。包菜这么做真的是非常好吃，添加了玉米面也非常的营养，主要是做法也非常简单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。先把包菜一切2半，再切条，再切斜刀，切好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，再控干水分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1把小葱，清洗干净切碎，装入碗中。大蒜拍碎，装入碗中。小米椒切圈，装入碗中备用。锅中水烧开，加1勺盐，加盐能使包菜更加入味，保持颜色鲜绿。为了使包菜保持口感的清脆，烫30秒，马上捞出来，过一下凉水。再控干水分，装入碗中备用。配料的碗中加少许花椒粉和盐，再淋上烧开的油，再加2勺生抽，3勺香醋，搅拌均匀，淋在包菜上。再搅拌均匀，美味继承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包菜非常好吃又简单的做法。首先准备一个包菜，先对半切开，然后再把中间的硬心切去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
然后改刀切成粗粗的细丝。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，然后加入盐水泡一泡，浸泡5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土豆，去皮，然后用擦丝器直接把土豆丝擦在清水里。接下来准备一根胡萝卜，直接擦成胡萝卜丝，擦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最后再准备一把大蒜，切成蒜末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，再加入1勺辣椒面，再加1勺白芝麻增香，然后凉锅凉油，加入1把花生米，然后开最小火慢慢炒，炒至花生米变色，并且能听到啪啪的响声，这时候的花生米就已经炒熟了。最后10几秒改成大火，把油温升高，然后趁热把花生米和油一起倒入蒜末里爆香，搅拌均匀，放凉之后花生米就酥脆了。然后把锅中水烧开，加入1勺食用油和1勺盐，然后把泡好的包菜丝加进来，再把土豆丝和胡萝卜丝也加进来，焯水2分钟左右。2分钟之后，再把它控水捞出来，装到肉篮里面，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凉。温度降下来之后，再把多余的水分挤出来，这样吃的时候口感会更加的清脆。挤干水分之后，再把它装入大碗中，然后用手把它抖散。抖散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料碗里加入1勺蚝油，1勺小磨香油，再加2勺米醋，2勺生抽，1小勺盐，然后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倒入包菜丝里，哇，好香啊！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就可以啦。最后再加点香菜提香。搅拌均匀之后装盘就可以上桌啦。包菜这样做清脆爽口，开胃又下饭，非常的适合炎热的夏天。做法上保留了所有蔬菜很大的营养。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，来上这么一盘小凉菜，既开胃下饭，又营养美味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我们用这颗包菜来做好吃的。首先把包菜对半切开，然后放入大碗里，加1勺盐，倒入清水，放盐水里浸泡5分钟，去除农药残留。再准备1把粉条，倒入温水泡软。准备1个土豆，先去皮，再切成薄片，尽量切的薄一点。最后切成土豆丝。切好之后放入清水里，清洗一下，泡着备用。再准备1个胡萝卜，先切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尽量切的细一点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把包菜取出来，清洗干净，把中间的硬心切去，不要。再切成细细的包菜丝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半头大蒜，切成蒜末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提前把锅中水烧开，加1勺盐，倒入包菜，焯水1分钟。再把它捞出来，过一下凉水。
放凉水里泡着备用，这样颜色更加的绿。再把土豆丝和胡萝卜丝也倒入锅中，焯水30秒。再把它捞出来，放入凉水里泡着备用。再把泡软的粉丝放入锅中煮熟，煮至粉丝变透明，用筷子容易夹断就可以啦。放入凉水里泡着备用。再把我们泡好的包菜捞出来，放入纱布里，用力挤干水分，尽量挤得干一点。放回大碗中抖散。再把土豆丝和胡萝卜丝也挤干水分加进来，把粉条也加进来备用。涮末里加1勺辣椒面，1勺熟芝麻，适量的花椒粉，浇上烧开的热油爆香。再给它调个味，适量的胡椒粉，1勺盐，1勺糖，2勺生抽，3勺香醋，1勺蚝油。最后加入1大勺芝麻香油，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把料汁倒入我们准备好的菜里。哇，好香啊！这个时候就已经很香了。再把它充分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把它装入小碗里，然后用筷子使劲压一压，压结实一点。再盖上一个盘子，把它倒扣过来。打开看一下，哇，好看又好吃。再撒点葱花点缀，酸辣爽口的小菜就做好啦。包菜还保留了原来的清脆，非常的好吃。大鱼大肉吃腻了，来上这么一盘，酸辣爽口又开胃下饭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。先把包菜一切2半，再切条，再切斜刀，切好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。再控干水分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1把小葱，清洗干净切碎，装入碗中。大蒜拍碎，装入碗中。小米椒切圈，装入碗中备用。锅中水烧开，加1勺盐，加盐能使包菜更加入味，保持颜色鲜绿。为了使包菜保持口感的清脆，烫30秒，马上捞出来，过一下凉水。再控干水分，装入碗中备用。配料的碗中加少许花椒粉和盐，再淋上烧开的油。再加2勺生抽，3勺香醋，搅拌均匀，淋在包菜上。再搅拌均匀，美味继承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今天我们用洋葱和包菜来做好吃的。首先把包菜对半切开，准备半个包菜就够了。把它放入大碗里，加1勺盐，倒入清水，放盐水里浸泡10分钟，去除农药残留。再准备一个洋葱，切成洋葱丝。洋葱有促进消化的功效，可以多吃一点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包菜也泡得差不多了，把它取出来，再把中间的硬芯切去，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划到手。再把它切成包菜丝，
尽量切得细一点，然后装入碗中，再把洋葱也加进来，再准备3颗鸡蛋打入碗中搅散，再把鸡蛋液倒入包菜里，加适量的盐，2勺生抽，适量的白胡椒粉，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加1大勺面粉，1大勺玉米面，再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种粘稠的面糊状就可以啦。热锅放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再把菜糊也加进来，用铲子铺均匀，然后盖上，打开馅饼模式，焖3分钟。再准备1颗鸡蛋打入碗中，搅散备用。准备2根火腿肠，切成圆片，装入盘中备用。我们的饼已经焖了3分钟了，再把鸡蛋液也加进来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再撒点黑芝麻更香，再把火腿肠也加进来，把它铺均匀，再刷一点食用油，然后盖上，再焖2分钟。哇，好香啊，香喷喷的。再给它放个料，然后盖上，再焖2分钟，煎至2面金黄就已经熟啦。美味的早餐饼就做好啦。再利用一个盘子把它取出来，再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，装盘就可以开吃啦。这样做出来的早餐饼非常的香，浓浓的洋葱香，里面满满的都是包菜和洋葱，还保留了蔬菜本身的清甜，营养又美味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早餐10几分钟就能搞定，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我们用包菜来做好吃的。首先把包菜对半切开，再把它切成4瓣，然后装入碗中，加入清水，再加1勺盐和几滴白醋，浸泡10分钟。再准备一把小葱，切成葱花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1块生姜，切末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半斤猪肉馅，把它倒入热油里翻炒，炒至肉末完全变色，再把葱姜末也加进来，翻炒出香味。再加1勺黄豆酱，1勺生抽，1勺料酒，1勺蚝油，适量的胡椒粉，翻炒出酱香味。再把它盛出来备用。再把包菜清洗干净，然后先切丝，再切碎，装入碗中，然后加1勺盐，搅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，腌出水分。再准备一把泡软的粉丝，切碎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提前泡发好的木耳也切碎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我们的包菜也腌得差不多啦，把它倒入纱布里，然后用力把水分挤出来，尽量挤得干一点。再装入碗中，再把炒好的肉馅也加进来，
然后充分搅拌均匀，我们的包菜馅就做好啦。再准备适量的饺子皮，撒上干面粉，每张饺子皮上都撒点干面粉，然后一张一张重叠起来，叠上5到6张，再用擀面杖擀成大一点的饺子皮，像这样就可以，比原来的饺子皮大1倍左右。再一张一张把它分开，撒过干面粉的饺子皮非常容易分开。再放上1大勺我们调好的馅料，然后上下左右把它折起来，封口处再抹点清水，方便粘合，再把它卷起来，这样我们的饼坯就做好啦。全部都做好备用。热锅刷油，开小火，放入饼坯，表面上再刷点食用油，防止水分流失，然后小火慢煎，煎2分钟左右，给它翻个面，然后再煎2分钟左右，再给它翻一面。哇，好香啊，香喷喷的。然后重复翻面，煎至2面金黄酥脆，出锅装盘就可以开吃啦。这个饼表皮酥脆又劲道，我们掰开看一下，里面的馅料也是非常的鲜香。一次可以多做一点，冷冻在冰箱里，早上起来煎一下，早餐10几分钟就能搞定。个人感觉它比包子油条都好吃，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分享一个面食非常好吃的做法。首先我们准备180到200毫升的牛奶，加4克酵母粉，搅拌均匀静置5分钟。再准备400克普通面粉，加1小勺盐，1勺白糖促进发酵。先把它搅搅匀，再把酵母水也加进来，一边倒一边搅拌。搅拌成这种絮状，再加30克食用油，把它揉成面团，揉成像这种软硬适中的面团。再盖上保鲜膜，发酵到2倍大，也可以放冰箱里冷藏发酵1夜，早上起来直接用。我们再来准备一点配菜，小香肠切片，青红椒切圈，面团发酵好的状态是用手指戳洞，不回缩不塌陷，这样就可以。再把发好的面团好好揉一揉，排出里面的空气，再把它整理成圆形，再分割成4个小面团，再把小面团好好揉一揉，整理成圆形，再用擀面杖擀成饼状，不用太薄，4毫米左右就可以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压出一个花边，再用叉子插一些小孔，帮助排气。做好的饼坯2次发酵15分钟。我们再来准备一点芝士碎。饼坯醒好的状态是体积变大，拿起来轻飘飘的。电饼秤刷油，不用预热。放入饼坯，再刷上自己做的披萨酱，再放上小香肠，撒上一层芝士碎，再放上甜玉米，加入青红椒，最后再撒上一层芝士碎。电饼秤上加一根筷子，铺上一张油纸，盖上盖子焖5分钟，然后关火再焖2分钟。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，香味已经出来了。饼鼓起就已经熟啦。这个饼这么做实在是太香了。
我们尝一块看看，非常的好吃，底部有一点酥脆，上面是松软的，还有一点拉丝。再打开一个看看，比外面买的披萨还要好吃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今天我们用包菜和鸡蛋来做好吃的。首先把包菜对半切开，再把中间的硬心切去，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划到手。再把包菜叶像这样一页一页掰下来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再把它放入清水里，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放一旁备用，再利用洗包菜的水把黄瓜和胡萝卜也清洗一下，洗干净之后放一旁备用。再把包菜叶子用手撕成小块，用手撕的包菜更加容易入味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放一旁备用。再把洗干净的黄瓜先切斜段，再切成菱形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把去皮的胡萝卜先切成斜段，再切成菱形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半头大蒜，切成蒜末，再准备几片生姜，切成姜末，再把姜蒜末放在一起装入碗中，再准备3颗鸡蛋打入碗中，加几滴白醋去腥，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，搅拌均匀。锅中刷一层薄油，油温微热，倒入鸡蛋液，开中小火煎2分钟左右，煎至鸡蛋液凝固，再给它翻个面，然后再煎2分钟左右，煎至两面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放一旁备用。冷锅冷油，倒入花生米，开小火慢慢炒，炒至花生米颜色变深，
并且能听到啪啪的声音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再把它盛出来放凉备用。再把锅中水烧开，加1勺盐，1勺油，再把包菜也加进来，焯水1分钟。看到包菜颜色变绿，就可以捞出来啦。再把它捞出来冲一下凉水，然后放一旁控干水分备用。再把胡萝卜倒入锅中，焯水2分钟。再捞出来冲一下凉水，然后放一旁控干水分备用。再把煎好的鸡蛋皮先切成宽条，再把它们重叠在一起，然后切成菱形片。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，再把包菜也加进来，胡萝卜和黄瓜也加进来。将涮末的碗中加1勺熟芝麻，1勺辣椒面，1勺花椒粉，再淋上烧开的热油爆香，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我们再来调味，1勺盐，1勺白糖提鲜，适量的胡椒粉，2勺味极鲜，2勺香醋，1勺蚝油，再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把它倒入我们准备好的菜里。哇，好香啊！这个料汁实在是太香了。然后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把花生米也加进来，再加一点香菜，然后再搅搅匀，一道美味的开胃小菜就做好啦。再把它装入盘中，美味继承。我们来尝一下看看，酸辣爽口又开胃下饭，包菜还保留了清脆的口感。过年过节来上这么一盘，比大鱼大肉还要受欢迎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在炒包菜的时候，有的人过油，有的人焯水，还有的人直接炒。那么这道菜到底怎么做才好吃呢？今天就教你最正确的做法。首先我们在选包菜的时候，要选这种比较新鲜的结实的包菜，因为新鲜结实的包菜炒出来比较清脆。然后我们再用手像这样拍一拍，拍过的包菜比较容易散开。拍好之后，先把包菜的根部切掉，这样我们的包菜就比较容易散开了。我们用手轻轻的一掰就散开了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们选包菜的时候，最好是选这种叶子比较厚的，叶子比较厚的包菜炒出来更好吃。全部都掰好之后，把它放到大盆里。然后再用手把叶子一片一片的给它撕开，用手撕出来包菜更加好吃。包菜的叶子撕下来之后，中间的那个硬心就不要了，因为那个硬心炒出来不好吃，比较硬。包菜全部撕好之后，往里面加入1小勺盐，再加入1小勺小苏打，然后加入1大盆清水，把包菜清洗一下。包菜一定要撕好之后再洗，这样清洗出来的包菜比较干净。使用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而小苏打可以使包菜保持翠绿的颜色，这样做出来的包菜颜色翠绿，口感更清脆。洗好之后浸泡10分钟左右，10分钟之后再把包菜控水捞出来，然后再倒入清水，多清洗几遍，把包菜里的食盐和小苏打清洗干净。这样洗过之后，包菜就不会太咸了，而且颜色更加的翠绿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把它捞出来，放到肉篮里面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1块五花肉，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来准备1把大蒜，切成蒜粒，1小块生姜，先切成姜丝，再改刀切成姜末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1根大葱，斜刀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1个小碗，加入1勺陈醋，1勺生抽，1小勺五香粉，
1小勺白糖提鲜，一点点鸡精，1勺蚝油，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来准备一把干辣椒和一把花椒，放入盘子里备用。然后把锅烧热，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包菜放进来，翻炒一下。先把包菜里多余的水分给它炒出来，把包菜炒软。我们提前把包菜先炒一下，这样包菜吃起来口感更加的清脆，而且不容易炒出糊味。然后再加入一点点食用盐翻炒，这样能保持包菜的翠绿的颜色不花黄。包菜炒软之后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先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碗中备用。然后起锅加入1小勺猪油，用猪油炒的菜更香。油热之后，把五花肉倒进来翻炒，把五花肉炒香，把多余的油脂炒出来，炒至五花肉微微花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再把葱姜蒜加进来翻炒，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，再把干辣椒和花椒倒进来翻炒，炒出香味，炒出辣味。炒出香味之后，再把包菜倒进来翻炒。炒包菜的时候，我们要全程开大火，如果小火的话，包菜容易出水，而且炒出来也不清脆。翻炒均匀之后，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，然后快速的翻炒均匀，炒至包菜入味。调料倒入锅中之后，不要炒得太久，把包菜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了。炒匀之后，把它盛出来，装入大碗中。一道清脆爽口的包菜就做好啦。这样做出来的包菜颜色翠绿，口感清脆又入味，用它来招待客人也是非常的有面子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